大家好，欢迎来到知青讲堂。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大罢免。那么我们今天请到两位这次在大罢免当中呢，表现非常杰出的两位人物。一位是我们黄思维黄律师，大家好，我是思维律师，大家好。一位是我们蔡卡罗小姐，大家好，我是蔡卡罗。那么黄律师呢，这是在我们大罢免活动当中帮我们这个也请了很多其他律师一起运筹帷幄，把这个大罢免当中面临的法律的问题方方面面都是黄律师在帮忙我们处理。那么蔡卡罗呢是这次删除危害罢免删除危害的发言人嘛那么这个因为很杰出的表现呢，我想大家对他是有目共睹一致好评，是吧？没有。这个大罢免将近1年的时间了，差不多从青鸟运动开始。对，青鸟运动就不止就不止了，对，不止。青鸟会是等于是5月嘛开始，去年5月好像是17号开始，一直到8月23号，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所以那么在这大罢免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人对这个做一些扭曲那么攻击。那么这次大罢免完了之后呢，继续还有人在做什么秋后算账。我们觉得有必要大家来谈谈这个大罢免，把它这个来龙去脉、成败得失方方面面，我们做个回顾也做个历史的文献以后不要说日久之后这个真相都被淹没了所以我们今天趁着这个大罢免刚刚结束来做这样一个工作。首先我们一个议题就是说大罢免怎么起来的。刚开始是源于青鸟活动，对，为什么有青鸟活动？很多人看到傅昆萁带了国民党立委跑到北京拜见王沪宁之后，回来开始推动一系列这个让人很不安的法案嘛。对，第一个就是国会扩权，弄什么藐视国会法，好像说他可以要求所有国民任何隐私他都可以来问，你不答就罚钱这个扩权法案当然引起到了不安那么第二个当然是这是违宪嘛，所以他们就是修正这个宪法诉讼法，修理大法官，把宪法法庭等于瘫痪掉，然后又弄那个选罢法，对不对？最后弄那个财划法这一连串弄了呢，我想呢很多人不安嘛，怎么突然之间台湾要香港化了嘛？那卡罗，你是觉得什么时候你开始这个推动这个罢免我其实不是最一开始的推动者，但是我们删除危害的这个团队是真的就是青鸟之后开始，从就是4月30号开了第一个 Line 的 group、Open Chat 的 group， 然后大家开始讨论，因为那时候4月30号。就是在那时候，傅昆萁带着中国，就是那还在青鸟第一次活动之前对就是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太对嘛。当时立法委员职权行使法就开始有草案出来，那时候大家就开始关心说，怎么会有这样的草案？所以当时在其实4月的时候，其实公民团体大概就有一些这个意识，就开始讨论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只是先用，就是并不是实体，也就是开一个 LINE 群，那就是有这样子关心的朋友就互相加入，然后真正开始有实体，就是说。就是铺马被摔下来之后，然后5月份青鸟，然后我们的是因为我应该是7月18或者7月8号，因为王宏威在立法院暴打林楚茵这件事也是一个 trigger point， 然后大家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中山北中山的这些民众觉得这真的不行，由阿美开始，他就是一个号召的人物，他就真的开始创这个社群，比如上 Facebook 上 IG 等等的。那因为那个时候其实2件事，第一个大家对罢免的概念其实不理解，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大罢免，而且第二个是那时候根本没有大罢免，那时候我记得只有2个群组，一个就是松信罢免徐小新，一个是我们家的罢免王宏威。那其实那时候人都非常少，我们也没有个正式真的像现在的规模这么大。一开始我们第一次跑路站才7个志工。那我们那时候跟着跑是跟着，比如说金明联、赖律师他们在就是青鸟的时候都会有这些宣讲场他旁边都会有一个摊位，让这些零零星星的这些就是罢免的团体去就是摆这个那时候叫体艺书，然后从7月、8月、9月、10月这样子，然后一直慢慢。当初都还是在空战的部分，真正到陆战的时候，我们是在12月底才是正式的大规模、比较有组织的。
那时候有组织就是7个人的时候的开始，在12月28号，我们就有7个人，然后加上之前拆粮的，就是罢免谢国良的一些前辈比较有经验来带我们，怎么叫做去跑路战，怎么去进到滨江市场跟大家解释怎么填提议书，然后怎么就遇到挑衅怎么回应，然后怎么就是跟大家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怎么宣讲，从那时候慢慢开始，所以前面从5月清聊到我们真的实际上，你看5月到12月底，其实也半年多。那时候其实全台湾就是真的没有什么谓的大罢免，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媒体会说你们受到某个政党去操作说我们是侧翼或是故意要有一个全国性的罢免，其实我觉得完全都是误解，其实就是国民党他们的这个立法委员在里面，就是在立法院里面就做这些胡作非为事，是每一个地区的居民，比如说我在南投，我看到马文君这样子卖台，比如说我在苗栗，对，我看到那个邱正军怎么样子打人，大家是各自完全去中心化，从下面而上的。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破解，就是说，这个国民党一直说是赖清德民进党输不起，所以要翻桌对，第一个我们要这完全不是事实，真的不是事实，完全不是事实完全就是说各个地方的等于说公民是，就是在看立法院这样，等于说他是行使他宪法赋予的没错罢免的权利。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在12月底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台北市比较多。像王宏威徐巧芯然后罗志强那边有开始有起来一些公民出来说，我们想要罢免我们的区域立委。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仁他是住新店，他说新店不知道有没有，他说新店没有当时新店还没有。然后后来呢，到了1月的时候，那时候才有新店在地的居民说，罗明才也有去拜见王沪宁他在这中间有很关键的角色，还是坐在那个守卫旁边这样子，然后说那这个我们也要来罢免罗明才，所以是一个一个慢慢在地的居民凝聚他们的那个想法，然后才说要起来罢免他们的区域立委，所以这都是从下而上的。对，如果是一个中心化，它一个命令下去，同时间会一起起来。我们是雨后春笋，真的有很多是时间差。对，而且大家早期去签联署都很辛苦很辛苦。对，这个陆战队队长非常真的看尽冷暖，看尽了，真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非常非常有感触，就是一街大家都把你当傻子，因为大家就闹扣零的行宫，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你光是要跟大家解释什么是罢免，比如说去从滨江市场就买菜回来的大哥大家公阿嬷，听都听不懂，你要怎么跟他解释又是一件事。第三个，很多人就是在那边就是怎么说酸民嘛，对就看好戏，但有一波后来。你要说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可能也是某种程度的战友或者神队友，对他们还是总召啦，总召他们就是总召，是我们删除法有一波起来，是他们在删预算，对，没错，不分任何青红皂白删预算的时候，很多的这些中间的，就是年轻的爸爸妈妈或是文化人，对，这是他们一辈子都不关心政治的，可是因为比如他刚好在公司上班，这种他们真的有感，然后就一波才会起来，对。对呢，很多什么导演什么变那个对要饭文化人，对，所以这个要饭的什么杂志这些名词在大罢免中都扮演关键。对，没错。福寿螺啦，福寿对。然后我记得是那时候是1月底，就是农历过年前。那因为这一波冲的比较快，就是王宏威的，然后徐巧芯的，就台北市为首，叶元之，这个时候比较。乡下地方，譬如说谢依凤的或者说就是苗栗，还有新店，然后戏子才慢慢觉得，好像真的有可能哦，大家就觉得好，那我们也要加入罢免。洪孟凯的那时候罢团也是很后面才成立的，非常后面对。所以其实刚开始困难，所以像王宏威什么，没有在怕的啦。对。萧友熙那时候也恨你报5个办10个，是，那确实刚开始很困难，对，由民间由下而上的啦，民进党刚开始没有介入，确实没有，这个是肯定的啦。
这是很肯定的。这个可能可以讲一下，因为我们台湾公民人权联盟也在推法案嘛。去年12月还有去立法院推法案，碰到民进党立委也有稍微问他们的态度，他们也说我们没有。就是说青鸟是赖中强号召的嘛。我也问过赖中强说你们在这立法院委员，你是不是要罢免了？他没有罢免。当时我想，包括这个青鸟的，像召集人啊、民进党啊，他们基本上都认为说是罢免好像不是民主政治的常态，不要轻易尝试，要慎重。可以说，民进党跟他认同的这些民进党的组织。当时主流看法是这样的。是啊。不知道曹导还有没有印象？我记得那时候后来开始最先的罢团集结是谢国樑，基隆那一边是因为有 NET 事件啊，当然也因为这个国民党的一些状况，他们就先集结，我们有先去支持他们嘛。我觉得也是很多公民，比如说那时候也是看了谢国樑团队他们这个整个过程，然后也有被激发，然后才起来的。对，谢国樑那时候我是很认真去支持。对，没错。那如果讲罢免，因为我跟赖中强他们谈过，他们说，他们黑鸟聚集啊，只是想给他一点压力。我说这个压力的话，你要把它罢免掉才真的有压力，不然的话没用的。我说在我的看法，我说这个明明就是王富宁指挥傅昆萁在台湾进行木马屠城嘛，他处心积虑搞了可能几十年了，好不容易掌握你的国会，说你给他一点压力，他就会退缩。我说不可能的啦。实际上我是算是以前青鸟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比较主张罢免的。那不过呢，后来这个谢国樑这个罢免失败了，罢免了一定要是民进党下来，一定是蓝绿对决。民进党不下来，靠公民团体是不可能的。罢免谢国樑，我主要经验是这样的，没有罢成之后，我一段时间是不谈。没错，确实是这样。我对罢免意兴阑珊呐，对啊。那后来是怎么起来的？后来是因为那个台湾社嘛，现在北社那个罗俊轩嘛，然后那个南社那个翁明章，他们那时候结合了那个罢免韩国瑜的情况也是。他们在说，我们要进行大罢免他们算是真的是开始号召。那时候是12月，我记得11月底、12月那个时候差不多时间。对。号召之后，他们找我说：“你先问问民进党啦。民进党如果我接听内幕，民进党如果不下来成不了的啦。”我当时跟他们讲嘛。可是他们就说好像很热嘛，就是要罢一罢，然后各个地方的志工罢团都慢慢出现了嘛，对不对？后来说大家组织一个平台，平台需要帮忙。后来我们说我们志工联盟，成立一个志工联盟来帮忙。我们的台湾人权联盟已经成立在那边了，现成的平台，对不对？好，那时候那个思伟在那边那个主持嘛，那好，那就用我们这个平台提供支援了。所以我一直说，我那时候我是志工的3号，后来是因为这个信义区罢免徐小新的，找不到人领衔我问他们说，你们人这么多，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领衔啊？他们说不敢。我说那好，那我出来好了。他们估计的确实有道理哦。你看后续一连串很可怕的攻击，后面那个对我那个铺天盖地，对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真正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子，是不是民党发起？对，甚至也不是柯建铭发起。对，柯建铭我认为他是嘴巴讲了，其实他没有办法去号召任何罢团罢团成立真的是自动自发，由下而上，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要让大家了解这个实际的情形是这样子。对，而且当时我们在那个心情的起伏是5月的时候，觉得好像确实可以罢免一些，好像王宏威啦、徐小新这种。然后后来经历了罢凉之后，我们的心就凉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公民团体只靠公民团体没办法，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罢免可能也不行，就心就凉下来了。然后后来到了，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是9月投票的样子嘛。
然后我们到了10月投票，然后后来到了12月的时候，又开始公民团体很热络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觉得是不是就有一点点希望了呢？就是那个起伏的心情是这样。罢免完了，我是认为没希望。对啊，我们当时都觉得说那个果然民进党没下来，是真的是这一段还原也蛮重要。对，不是说，那么同时人家也说了，你们这个如果不是全罢，挑着罢免啊。精准罢免，精准罢免，可是他都不懂，没有人能够，没有办法控制的，上面有人做总指挥啊，才可能说精准嘛，我说这里罢那里不罢，问题是没有啊，对，问题是各个罢人各从底下冒出来，对啊，你叫谁不罢谁罢呢？对啊，像后面比较成立的罗明才啦、洪孟凯，你也不能说，你不要成立，那太难了，你不要，对，不可能，公民集结起来的。所以现在那个绿营里面还有很多人讲说，你们当时说。只选几个罢，就不会全罢，不懂公民社会的运作，对，根本不懂这个罢免，公民社会的运作，对，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有说，因为全罢所以需要正当性，这也不对，每个地方它都有权利啊，对，没错。怎么叫做大家都罢就是没有正当性，个别罢才有正当性，这也是胡说嘛。之后讲这些其实都是很不公平的。而且其实要整个还原过程里面来看，其实在一开始一阶有个很有名的人叫陈玉珍，对不对？陈玉珍的时候，我们多么想要把它放到可以投票的名单里面去，但是也就是因为金门的生态、金门的这些他们里面比较复杂一些关系，所以他们一阶都过不了。对，所以大家也可以从这个看得出来，其实是真的是公民社会发起。那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总指挥在那边的话，陈玉珍一定是我们第一个放进来的人。当然，对，所以你看陈玉珍第一阶段都没有办法过，所以你看，然后到了第一阶过了35个，然后到了2阶，有4个就是没有办法达到2阶门槛，这也是公民力量在过程中会有成有败的地方。那如果是真的有一个总指挥的话，那就全面下令，那这些35个一定都会要过，包含陈玉珍36个都要进来，没错，对啊，